你知道乔治玛丽现金卡吗？这张现金卡曾经风靡台湾，高达了100万台湾人曾经用过，但却因为这张卡让许多人背上了高额的卡债，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程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乔治玛丽现金卡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用过这张卡吗？相信大家就算没有用过，也多少有看过、听说过这个乔治玛丽现金卡。前段时间有网友发文抛出了这张旧的乔治玛丽现金卡照片，勾起了许多乡民的惨痛回忆。有人说用这张卡借钱很容易，但利息超高；又有人说呢，家里因为他背了10几年的利息，甚至还有人说他当时还一堆年轻人背债破产，是足以列入史册的银行卡。网友说能够列入史册其实并不夸张，乔治玛丽现金卡的故事确实蛮传奇的。作为台湾的第一张现金卡，它曾经在2000年初时风靡台湾，巅峰时期卡片的发行量高达了100万张，但短短的几年之后呢，它却成了人人唾弃的塑胶鸦片，甚至许多人说这张卡害了他们一生，让他们从此背上了高额的债务。这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乔治玛丽现金卡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何它能够一度引起风靡，却在之后被人骂是塑胶鸦片，还让许多人陷入了卡债风暴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事件。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得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喽，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受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整体经济萎缩。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之下呢，许多企业不敢向银行借贷，已经背债的企业也一度还不出欠款。那这样的话呢，银行的获利也因此会缩减。台湾万泰银行也在这一波的金融风暴当中受到影响，获利大减。当时的万泰银行董事长许胜发呢，想要拓展银行新的业务，寻找新的获利来源。他在去了日本考察之后，发现日本有3家大型银行呢是依靠小额信贷业务获利，但当时台湾却很少有银行这么做。他觉得这或许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新获利方式，因此他决定将这种金融产品引入台湾。于是，在1999年的7月，万泰银行推出了台湾首张现金卡——乔治玛丽现金卡。命名灵感呢，来自于台语的借钱勉励的谐音。而这个产品呢，主打向个人提供借款，民众申领了这张卡之后呢，想要借款时就可以直接从 ATM 领取现金。而乔治玛丽现金卡一推出之后呢，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那也因为它申领方便、借贷容易，这张卡片在市场上面非常的受欢迎。乔治玛丽卡一推出之后呢，就因为办卡门槛低，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尝试申领。不同于一般的信用卡申请时需要提供严格的财力证明，申办乔治玛丽现金卡时，几乎只要有工作证明或者声明有稳定的收入，就能够成功办卡。而且除了发卡的资格审核非常的宽松，办卡的流程也很快速。一开始去银行申请一张乔治玛丽现金卡，大概只需要呢在柜台耗费30到40分钟。之后万泰银行为了吸引更多人办卡，进一步的简化流程，办卡时间一度压缩到只需要5分钟。那一旦申领成功拿到卡之后呢，持卡人想要借钱时，也不需要再去柜台办手续，而是可以随时在 ATM 机上面提领现金借款。资格审核宽松，办卡借贷方便，这因素呢吸引了大批中低收入还有年轻族群的申请。而且为了推广到更多的年轻族群当中，万泰银行还大量的投放电视广告。这些广告的主角呢，大多都是年轻男女，并说出 George and Mary 帮我订了部新车， George and Mary 帮我付了头期款等等的广告语，营造出乔治玛丽卡能够满足年轻人消费欲望的景象。另外，万泰银行还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行销活动，例如当时的月送100万活动。每个月呢，万泰银行会在乔治玛丽卡的持卡人当中抽出幸运客户发放100万奖金。
那因为这个样子即使乔治玛丽卡10% 到15% 借贷利率并不低，仍有大量的民众申办借钱。在短时间内乔治玛丽卡的这个发卡量就达到了75万张，并在2002年破100万张。而且乔治玛丽卡的成功呢，还带动了其他银行也纷纷推出类似的产品，掀起了全台现金卡的风潮。看到乔治玛丽卡的成功，台湾其他银行也纷纷推出现金卡，像是土地银行的春娇智明现金卡、华南银行的转运 Color 现金卡、台新银行的 Story 现金卡等等。那为了让自家的这个现金卡抢占市场各大银行也都会进一步的放宽申请门槛，甚至最后变成信用评分较低或是收入不稳定的申请者也能够申领到现金卡。而且这些银行呢，也都会模仿乔治玛丽卡的行销模式，打出更夸张的宣称能够满足一切消费欲望的广告。甚至当时大众银行在宣传 Much 现金卡时，直接说借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在银行的优惠政策还有广告的引诱之下呢，越来越多人去申办现金卡。当时台湾许多的学生、年轻上班族、新组建的家庭都有现金卡，有些人呢还会在多个银行申办，持有不止一张。那到2005年，台湾整体现金卡的发行数量呢达到了380万张，其中许多人将它当作是消费时的必需品。不过，现金卡繁荣的同时，潜在的危机也在叠加。很快的，同一年，台湾就出现了严重的卡债风暴，大批的人一时之间付不出高额的欠债利息，甚至许多人因此破产。随着当时现金卡与信用卡不断普及一些人开始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不断从现金卡当中提领借款，并将这些借款当成是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用的现金。现金卡也因此被称为是塑胶鸦片。但其实这些借钱的利息并不低，现金卡利率的范围呢，大多在10% 到15% 之间，加上手续费等等其他杂费，实际借贷的利率可能超过20%。尤其在银行资格审核放宽之下呢，许多的持卡人的经济还有还款的能力本来就不高，再加上高额的利息不断叠加，许多人发现自己开始还不出卡债。在无法还这些欠款的同时呢，又有许多人走上了挖东墙补西墙的道路，选择使用其他的信用卡或者是现金卡的借款来缴抵这个快要到期的最低还款金额，形成了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长期下来这些债务不断累积爆发，最终一些持卡人完全无法负担债务。2005年，台湾陷入了卡债风暴，有高达70万人还不出现金卡还有信用卡上面的欠债。根据当时的媒体的计算，这些欠款人呢，每人平均的负债高达了160万，甚至有些卡奴还因为受不了银行的催债压力呢，选择烧炭轻生。那随着大量的持卡人无法按时的偿还债务，银行的经营也遇到了困难。当时部分银行的呆账率呢，也就是收不回的这个贷款占总体贷出去款项的比例创下历史的最高点。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的呆账率通常在2% 左右，但当时许多银行的呆账率一度飙升到了10%。因为收不回欠款与利息许多银行因此蒙受了严重的损失，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万泰银行。万泰银行曾经因为乔治玛丽卡的成功，股价飙升了8倍，但是在卡债风暴的冲击之下，万泰银行声势一路下滑，累计亏损62亿，为摊销的损失更高达了300亿，一度面临破产危机。最后在金管会斡旋之下，美国私募基金 SAC 私募资本和奇异消费金融决定向万泰银行投资合计9亿美元，这才让万泰银行度过了危机。那也因为这个资金重组原本把持银行高层的许家被迫退出经营，万泰银行最终呢在2014年被中华开发金控给吞并。那话说回来，许多人背负高额的债务，银行也受损严重，这让大量的民众产生警惕，开始紧缩消费，却也进一步的影响到了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为了让危机不再蔓延政府也出手颁布了相关的措施救市。在卡债风暴的后一年呢，2006年，政府成立了金融重建基金，作为协助卡债族债务协商的专责机构。而这个基金呢，设立了卡债协商平台，允许债务人与各家银行进行统一的协商，并根据个别的状况呢，订定适合的还款计划，从而协助卡奴进行这个债务的重组。具体来说，这个卡债协商机制呢，能够允许债务人延长还款的期限，降低利息，并且根据债务人的偿还能力调整这个月付金额，减少债务的负担。而协商机制成立之后呢，成功协商22万2000多笔的债务，总金额合计是3200亿元。那除了协商机制2007年立法院也通过了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这个条例允许债务人申请更优惠的债务清理程序，例如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或是个别的债务调整。一旦申请破产成功之后，债务就可以减免。那除了可以帮助消费者减轻债务的负担，卡债风暴之后，政府也进一步的加强对于现金卡还有信用卡的管理。
例如从这之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呢，针对银行的信用卡与现金卡发行标准会进行严格的管控。像是他们呢要求申请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收入跟信用条件，并且强调银行呢在授信之前需要进行更严格的信用评估。另外，金管会呢也要求各银行建立更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并要定期的评估旗下的信贷产品的风险，从而确保这些金融产品品质。而且金管会也允许银行之间共享卡债族的这个相关信用资讯，建立债务人的资讯共享机制，防止有人用多张的信用卡与现金卡进行过度的借贷，从而减少潜在的风险。那在政府与金管会的加强管控之下呢，曾经风靡一时的现金卡也逐渐的走入历史。卡债风暴之后，乔治玛丽卡就停止发行。那因为金管会的严格管控，加上民众对于现金卡的信任度丧失，台湾其他银行也纷纷的缩减现金卡的发行数量，现金卡的发行量开始急速的下降。到了2010年左右，市场上面的现金卡数量迅速的锐减到不到10万张，相较于全盛时期的数百万张现金卡，足足减少了几十倍。而在发行数量还有用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许多银行干脆完全取消现金卡产品，转而将资源集中在其他风险更低的信用卡或者其他的消费信贷业务。还有一些银行决定将现金卡业务转型为一般个人贷款产品，但审核的标准变得更加的严格，借款额度降低，而且利率提高，与原本的现金卡产品很不一样。另外，也有一些银行将原本的现金卡的这个功能整合到了信用卡当中，推出了更灵活的现金预借或者是分期贷款方案，让你信用卡呢在功能上面逐渐取代了现金卡。那在功能整合还有合并之下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现金卡越来越少，即使仍有零星的几家银行在推出但功能上也跟之前的乔治玛丽卡很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现金卡某种程度上面也算是逐渐走入了历史。这一次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不少关于乔治玛丽卡的讨论一问身边的同事，发现许多人家中都曾经有过这张卡，甚至还有人说，即使几十年过去了，自己都还能够背出乔治玛丽卡的广告语。可以看出呢，当时乔治玛丽卡真的是非常的流行，但可能也是因为太过流行像学生等等许多还款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也都去申领，也因此加剧了后续卡债风暴的风险。不过我们在相关的讨论当中呢，看到许多人会说，之所以会出现卡债风暴，都是因为一些人过度超前消费，没有评估好还款能力，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但我们觉得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卡债风暴的背后呢，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性因素。首先，乔治玛丽卡诞生的年代正是台湾受到金融风暴影响，经济成长放缓的时候，台湾各大银行的获利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其实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银行会主推现金卡，甚至呢不惜放宽这个申请的资格，并用大量的行销的方式来抢占市场。毕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利益。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现金卡的机制很新，没有人知道它可能带来的后续风险，再加上恶性竞争的这个环境之下呢，银行不断放宽的申领机制，也为后续的卡债风暴埋下了种子。那从另外一边，消费者来看，也同样是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当时许多家庭开始感受到财务压力，加上2000年初呢，又是台湾都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活成本逐年提高的时候，许多家庭呢，其实对于快速取得现金的需求非常的高。而另外一方面，这个时候台湾的消费观念也有所转变，年轻人开始倾向追求时尚、高品质的生活，并愿意提前消费。那在这些方面影响之下呢，新鲜又能够快速领到借款的现金卡，其实非常的符合当时人们的需求。再加上广告又大力的鼓吹消费，完全不提风险那一面，这让许多人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使用现金卡的风险。而且使用现金卡借钱的人呢，通常每一笔借的金额不会太高，利息又是当日计算，这让他们呢一下子无法从账面上面感知到利息有多高，直到一笔笔借款的利息累积下来，最终才发现欠款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还款的能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不管是银行或是消费者，可能当时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其实更加需要政府介入市场，加强对于银行的监管。但可惜的是，政府似乎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危机，直到卡债风暴发生之后才颁布了相关措施，监督银行加强发卡资格的审核，错过了避免危机的黄金时间。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用过乔治玛丽卡吗？你对它的观感如何呢？觉得蛮好用的可以快速的提领这个借款跟现金。B 确实是塑胶鸦片害许多人背债。C 乔治玛丽卡的机制有问题但卡债风暴不能够全怪它，背后有更复杂的因素。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乔治玛丽卡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80年代有多疯股票，以及台湾人为何超爱买 ETF。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